大家好，我是林基，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是1年1度的母亲节，在此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平安、健康、幸福、快乐。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探讨生年四化以及字画。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点赞、分享及按下订阅的小铃铛。您的支持也是林基最大的动力与鼓励。林基感谢您，谢谢。生年四化是由我们出生的天干而取出的四化象，通常我们都常用在命宫四化或者是12个宫位的四化，当然也有大限的四化，每一个宫位都可以取四化象，这个就是宫位的飞化。我们下一次也可以在视频再来聊聊飞化。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字画还有四化的不同。我们常会把字画大概解释为变化、变异、消散，或者是说本来有的最后变成没有了。而字画当中最麻烦的也就是字画忌，例如田宅宫如果是字画忌，而字画忌则代表忌出的意思，则会影响到对宫的子女宫。当田宅字画忌，家宅不安宁、不稳固的时候，相对家里的成员也就会在动荡不安当中生活，也就会影响到对宫的子女宫。他会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中成长，所以这就是字画与对宫的相互影响的关系。而我们都知道，生年四化是由出生的天干甲乙丙丁推演而来的，每一个宫位它都有天干，例如寅的宫位是甲的宫干，当我们的甲化禄在寅的这个宫位，而甲的宫干有廉贞，则称为甲的宫干廉贞字化禄。而如果在乙的宫干，如果是有天梁，则代表天梁化权，代表了这个宫干则为天梁字化权，这则为字化的意思。而在字画有2个现象，例如是甲的宫干是廉贞，而这个宫干里面有这个廉贞，这个则叫做字画的禄出，叫离心禄，离开了离心禄。如果是廉贞是坐在这个宫位，而甲的宫干在这个位置，那就叫做向心禄，因为廉贞在对宫，所以是分为离心与向心，这也都叫做字画的意思。今天我们就来探讨分享生年四化，还有就是字画的不同。例如说我们的命宫有生年禄，这个人代表他的性格心性非常的开朗，通情达理，所以他就容易沟通，相对的他的人缘也就会比较好。而当我们的命宫有生年忌的时候，也代表这个人比较固执，容易钻牛角尖，那他人与我们相处的时候，就容易被我们的固执以及纠结所影响，就造成了我们的人缘可能就会比较差，与他人在沟通上面就容易出现了不顺或者是障碍。而如果是我们的命宫有字画禄的时候，例如这个宫干是甲的宫干，就刚刚讲的甲是廉贞，这叫做字画禄。
这样子的人的性格也是非常好相处，也是非常随和的，而且如果有事情要求他，他也会非常的爽快答应。但是唯独就是他答应了之后，不见得会像有生年禄的人，他会既然答应你，他就会答应你的承诺而把事情做好。可是当命宫自化禄的时候，他会爽快的答应你，但是也许过了一些时间，他就会忘记这件事情，或者他也就把这件事情给忽略了，反而让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不重承诺、信口开河、比较随意的人。而我们的生年化权，则代表化权这个人是比较有自信的，比较有主见，也是比较有能力。即使他对于你的意见，他心里内心是不赞同，或者是心里有其他的想法，但是生年化权的人，他不会马上立刻的纠正你，他只会放在心里。但是如果是自化权，当他知道你的言语或者是说你的作为，他认为感到是不对的，他就有可能会马上纠正你，甚至指正你。他是一个心里藏不住话，他会照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明显的表达出来，相对他的表现欲也就会比较强。这就是自化权与生年化权不同的地方。而在自化的禄权科技，也代表了藏不住，少了他的定见与他的一些比较执着处，反而多了变动、变化与动荡不安的因子。而如果是我们生年的化忌在我们的命宫，代表了我们容易有固执、执着、不好沟通的一面。而执着就是对于事情容易放不下，容易纠结。但是如果是自化忌的时候，那就代表了完全是不同的意义。他会觉得什么事情都大而化之，比较不计较，事情过了也就烟消云散，不记仇，不记恨，也就代表记事记出。就跟这个离心路，所以代表如果是命宫自化忌，这个人对于事情比较不计较、不记仇，也就什么事情容易过了就算，有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少了一根筋的感觉。这就是自化忌出。而自化的含义也有就是把握当下，对于很多事情甚至会让人觉得漫不经心，比较自在，但是容易就会有少了原则性的这个问题。例如如果是生年科在我们的迁移宫，代表了远方有我们的贵人，外出能够得到好名声，甚至得到贵人的相助，这就是生年化科带来的好运。那如果是迁移宫做自化科，那就跟贵人以及外在的好名声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个自化科是由迁移化出来的，所以它会有一个叫做美化、粉饰的意思。它甚至也可以解命宫化忌的力量，因为科是可以解忌的力量，甚至是可以化解生年化忌在迁移宫带来的生年忌的一个状况，因为科是可以解忌，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但是因为迁移宫的自化科来解释命宫的生年忌，它是有一个粉饰太平，甚至会让人有觉得想要远离是非纠缠的一种状态。自化的力量它并不会无缘无故，而是需要受到引动与牵连的时候，牵动的时候，它才会产生到自化忌的一个状况。而自化忌也代表了它只有在特定的某些时间才会启动这样子的一个机制。迁移宫的生年化科也代表了在外地有贵人有助力的出现，而自化科则是代表了自力救济、
自己是自己的贵人的意思。而自化科也代表了在乎自己外在的形象，如果是到外地，则会注重自己的打扮穿着，不会让自己随意随性的一面展现于他人的视线当中。这个也就是迁移宫自化科的一个状况。而这些宫位的自化科，则是我们在讲一个现象，通俗的现象。当然，实际命盘我们还是要由宫位、四化、自化以及星曜做整体的结合，才有办法更详细的推论出它是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现象以及状况。以上就是对于生年四化以及自化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与探讨。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点赞、分享以及按下订阅的铃铛。我们下次见，谢谢。